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聊一個讓所有人都非常有共鳴，甚至可以說是充滿痛點的話題，那就是遙不可及的購屋夢。買房這個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成家夢想，象徵着財富與生活的穩定，但現在真的感覺離我們越來越遙遠了啦。很多中產階級的朋友發現，明明自己已經非常努力工作，但買房依然是一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絕對不能只把問題推給房價太高這4個字就結案了。今天我會帶着大家一層一層剝開這個住房危機的真實面貌，透過嚴謹的宏觀經濟分析與底層邏輯，我們一起來拆解這個影響你我生活的巨大結構性問題。我們先從一個超級震撼的數據開始談起。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現在的房價已經飆升到了中位數收入的將近5倍之多。各位可以閉上眼睛想象一下這個概念，這意味着什麼？這代表一個普通家庭必須不吃不喝整整5年，才勉強能夠觸摸到買房的最基本門檻哦。而且請注意，這還沒有算上稅金、利息，還有你每天的日常生活開銷。這早就不是單純用一句通貨膨脹就可以解釋的現象了。當薪水的成長速度永遠只能看着房價的車尾燈時，我們面對的其實是一個系統性的徹底失衡。這100%不只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這代表着整整一個世代的年輕人正在被無情地排除在資產累積的遊戲之外。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為了解構這股推升房價的宏觀力量，我們這一集節目規劃了非常清晰的邏輯路線，總共分成6個核心階段來分析。第一，我們會看住房供應危機；第二，聊聊利率與政府赤字的影響；第三，拆解局內人與局外人的對立關係；第4，看看這帶來了哪些更廣泛的經濟成本；第5，找出打破住房僵局的解方；最後第6點，我會給未來準備買房的朋友一些最務實的建議。好，馬上進入我們的第一部分，住房供應危機。我們先來探討最核心的供給與需求到底哪裡失衡了。任何市場現象的底層邏輯，永遠脫離不了最基礎的經濟學原理，對吧？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供給與需求。當市場上存在着極度強勁的居住需求，卻撞上了一個幾乎僵化的固定供給量時，價格暴漲就是必然的數區結果。那麼為什麼現在買房會這麼困難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釐清2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存量跟流量。存量指的是市場上目前已經存在的房屋總數，而流量指的是持續建造並且進入市場的新房屋數量。其實，我們的危機並不是因為現有的房屋總數變少了，而是因為新房屋的流量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專家估算過一個很驚人的數字，如果我們在2020年之後的蓋房速度能夠維持在1980年代到2000年之間的那種水準，那麼現在的市場上應該會多出整整1500萬套房屋。但殘酷的現實是，我們現在正面臨着大約200萬到400萬套的巨大住房短缺。當新房供給徹底枯竭的時候，所有人就只能去瘋狂搶奪那些數量有限的二手房，這就形成了一個極端傾斜的賣方市場。供應不足其實只是硬幣的一面而已，我們還要看看需求端被扭曲的狀況。這裡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叫做被壓抑的家庭需求。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指的是那些原本應該搬出去獨立生活、組建自己家庭的成年人，因為市場上根本沒有他們負擔得起的房子，只好摸摸鼻子繼續和室友合租，或者乾脆搬回父母家的地下室繼續住。這些人其實都是隱形的買家，他們只是暫時退出了市場，但他們對房子的需求從來沒有消失過。與此同時，我們還面臨着另一種房地產大塞車的現象。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很多已經退休的長輩，他們現在住在一間空間過大的老房子裡，其實很想換小一點的房子，但因為市場上極度缺乏適合他們養老、面積較小的中型住宅，也就是所謂消失的中間地帶，導致這些長輩根本無法大屋換小屋。你看，長輩搬不出來，年輕人就住不進去，這種上下游全部卡死的連鎖反應，讓整個市場的供給流動性徹底降到了冰點。重點來了，我們準備進入第2個重點，
利率與政府赤字。這部分我們要一起來看看，到底是哪股宏觀力量掐住了房市的咽喉。聊到房市，我們絕對不能只看房地產市場本身，因為宏觀經濟環境，特別是聯邦政府的財政政策，正在對地方房市產生毀滅性的打擊。很多人以為房地產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泡泡，其實根本不是，它跟整個國家的債務狀況是緊密綁在一起的。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房貸利率大約落在6%左右。對於習慣了過去10幾年那種超低利率時代的人來說，這6%無疑是一個極其沉重的負擔，直接把買方的購買力砍掉了一大半。但是利率為什麼會飆升呢？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府龐大的預算赤字。你想想看，當國家負債累累的時候，政府就必須發行國債來籌錢，這形同於政府直接跑到資本市場上跟民間的建商搶錢。當建商借錢的成本變得超級高，他們自然就不願意蓋房子了。我們舉個超具體的例子來想象，在波士頓，現在有成千上萬套已經獲得市政府批准的公寓建案，結果現在卻完全處於停工狀態。為什麼不蓋？因為建商光是要領取那張建築許可證，就必須先繳納高達1%的費用。在目前這種高利率、高借貸成本的殘酷環境下，建商根本不願意承擔這種風險，他們寧願讓那些白紙黑字的許可證就這樣安安靜靜地躺在辦公室的抽屜裡生灰塵。接下來我們要探討住房危機中最核心的利益衝突，進入我們的第3個主題：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的資源爭奪。為了了解這個荒謬的現象，我們必須借用知名經濟學家曼斯爾·歐爾森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個超級經典的理論。他認為，在一個穩定發展的社會裡面，必定會慢慢衍生出一群既得利益者。這群人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操弄遊戲規則，目的就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利益。而這個代價呢，當然是由那些被排除在圈子外的人來承擔。如果你把這個理論套用在今天的房地產市場，真的會覺得精準的令人毛骨悚然。在這個遊戲裡，局內人就是那些已經擁有房產的屋主，對他們來說，房價飆漲根本不是什麼危機，那是他們資產負債表上不斷膨脹的財富啊。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局內人牢牢掌握了地方政治的發言權，他們能夠制定出各種保護自己資產價值的規則。相對的，局外人就是那些買不起房的年輕人、首購族還有租屋族，他們不只被高昂的價格無情地擋在市場大門之外，更殘酷的是，當政府在開會討論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的時候，這些局外人根本連進去坐的一把椅子都沒有，沒有人會替他們的居住權益發聲。這種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對的，正是這場房市僵局最難以打破的政治根源。而這種局內人操控規則的最極致表現，就是大家可能聽過的鄰避效應，英文簡稱叫 NMBY，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要蓋在我家後院。這群在地居民會非常瘋狂地反對任何可能改變他們社區現狀的新開發案。我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荒謬，但卻是真實發生的案例。哈佛大學原本計劃在查爾斯河畔建造一座現代藝術博物館，他們甚至砸重金請來了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大師倫佐·皮亞諾來親自操刀設計。照理說，這對整個城市的文化和經濟都有巨大的加分作用，對吧？但是最後這個案子卻被硬生生地擋了下來，原因竟然只是因為這棟絕美的建築會擋住3個當地居民欣賞河景的視線。沒有聽錯，就只有3個人。這3個人靠着在社區收集到了75個簽名，就徹底扼殺了一個能夠造福無數大眾的公共建設。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連一個世界級大師設計的藝術博物館都能被這樣輕易阻擋，更何況是那些會帶來更多外來人口、增加交通負擔的高密度住宅區呢？那根本是連門都沒有。為了更客觀地分析這個問題，我們把視角拉到國際上來做個對比。相較於美國那種極度破碎化、充滿各種客製化限制的地方區劃法規，日本提供了一個完全相反卻非常值得參考的對照組。日本實行的是全國統一的9大區劃標準。這意味着什麼呢？這代表，如果你今天設計的房子符合了某一個分區的標準，這個設計圖就可以直接複製貼上到全國各地同樣的分區裡面去蓋。這種高度標準化的法規，讓日本發展出了極度繁榮而且效率極高的預制房屋產業，完美地發揮了規模經濟的優勢。
反觀美國，每一個小鎮甚至每一個社區都有自己獨特的一套建築規定，建商每蓋一個建案，都要重新跑一次曠日費時的客製化審查流程。這不僅抹殺了規模經濟的可能，也徹底扼殺了整個建築產業提升生產力的機會。我們繼續聊下去，前面講的這些，不僅僅是少數買不到房子的人的個人悲劇而已。這就是我們第4個要探討的重點，更廣泛的經濟成本以及限制住房供應所帶來的巨大蝴蝶效應。限制住房供應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其實正在從地方社區不斷蔓延，對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造成難以估計的沉重代價。具體來說，報告中指出了5個非常致命的連鎖反應。第一，這引發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財富從年輕世代與窮人的手中，被硬生生地轉移到了掌握房產的老年人與富人階級身上。第二，國家的整體生產力遭到嚴重削弱。為什麼？因為像硅谷或是紐約這種最具經濟生產力的地方，卻偏偏有着最嚴格的建築限制，導致最優秀的人才根本住不進去。這無疑是在變相扼殺國家的創新能力。第三，這加劇了氣候變遷與碳排放。我們以加州海岸為例，那裡氣候溫和，本來應該是全美國最不需要依賴冷暖氣、最能落實綠能居住的地點。但因為當地的居民極力阻擋高密度住宅，逼得一般人只好搬到沙漠邊緣或者更遙遠的郊區，每天開着長途車通行上下班，結果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廢氣與污染。第四，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徹底封死了。一個僵化的房地產市場必然會造就一個僵化的社會階級。最後第5點，這種人為限制供給的市場，抗風險的能力極差，一旦遇到經濟波動，就會產生極端的價格暴漲暴跌。大家別忘了，這也正是當年引發全球金融海嘯的關鍵導火線之一。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已經深度剖析了問題的成因，還有它帶來的巨大代價。現在我們進入第5個重點，打破僵局的解方。我們要來尋找真正能落地的政策改革。在尋找正確的答案之前，我們必須先排除那些聽起來很美好，但實際上卻是穿着糖衣的毒藥的錯誤政策。說到錯誤的政策，最典型、最致命的例子，絕對就是租金管制。瑞典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阿薩爾·林德貝克曾經說過一句非常重的話，他說，在許多情況下，除了轟炸之外，租金管制似乎是目前已知摧毀一座城市最有效的方法。這句話聽起來很驚悚，對吧？但它背後的邏輯其實非常嚴謹。你想，當政府強行介入，硬把租金壓低的時候，建商就再也沒有任何利潤誘因去蓋新房子了。結果就是房屋的供給量會產生永久性的減少。更糟糕的是，這會造成極度荒謬的資源錯置。舉個真實的例子，在紐約曼哈頓，有些老公寓受到租金管制的保護，結果我們看到很多子女早就成年搬走的單身寡婦，依然霸佔着市中心的3房大公寓死都不放。為什麼？因為租金實在太便宜了，他捨不得搬吶。這就導致那些真正需要大空間來養育小孩的年輕家庭，反而根本租不到適合的房子。這就是強行干預市場定價，最終必須付出的慘痛代價。那麼，真正有效的解方到底是什麼呢？關鍵就在於必須把決策權從極端自私的地方社區手中奪回來，拉高到州政府的層級來統籌。目前市場上其實有3個非常成功的立法改革範例。第一步是馬薩諸塞州的交通導向立法，州政府直接下達鐵外命令，只要你這個城市位在大眾運輸網絡的範圍內，你就必須允許建造高密度住宅，直接繞過了地方居民的反對跟否決權。第二步是堪稱蒙大拿奇蹟的州級土地使用改革，州政府直接攤出一張包含14種選項的菜單，強制要求人口超過7萬的城市必須從裡面挑選方案來放寬建築限制，沒有說不的權利。第三步是印第安納州南灣市的做法，這個做法超級聰明。他們直接推出由政府預先核准好的建築設計圖，也就是說，建商只要照着這些公版圖紙去蓋，1天之內就能直接拿到建築許可證，大幅消滅了行政流程上的摩擦力。
探討完宏觀政策的層面，我們進入第6個部分，給未來買家的建議。阿修要來提供各位一些最務實的市場生存法則。面對現在這種高房價的鐵壁，你必須改變過去那種靠自己單打獨鬥的傳統買房思維。現在市場上其實出現了許多創新的購物路徑，非常值得大家去嘗試。例如共同購買模式，也就是透過平台去跟其他人共同持有一棟房產，或者是所謂的社區土地信託機制。在這種模式下，土地的產權是屬於非營利組織的，你買的只有蓋在上面的房子本身，這會大幅降低你購物的初期門檻。另外，投資包含雙廳或3廳的中間地帶住宅，也就是你自己住一戶，然後把另一戶出租來幫忙補貼房貸，這也是累積資產非常聰明的好方法。不過在這裡，阿修要特別提醒大家一點，很多人喜歡根據當前的利率高低來猜測自己進場的時機，總想着等利率跌了再來買。拜託，千萬不要這樣做。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利率真的下跌的時候，買氣就會瞬間回籠，房價反而會被推得更高。除非你純粹是因為當下看中的這個物件，它的價格真的非常不合理而猶豫。否則，如果你試圖去預測宏觀利率來決定買房的時機，往往只會讓你承擔更大的風險，甚至錯失上車的機會。關於買房這件事，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接下來這句話深深地烙印在腦海裡。房子是你用來演繹人生的舞台，而不是一個讓你一夜暴富的投資工具。請大家不要再用2005年那種炒房投機客的心態來看待買房這件事了。在做決策的時候，你必須非常理性地去評估那些隱藏的生活痛點。舉個最常見的例子，建商可能會用非常華麗、看起來超有質感的全新公設來吸引你，但如果你真的買下它，代價卻是每天出門去超市買個菜，或者通勤去上班，都要多花上20分鐘。我跟你保證，長久下來，這種生活品質的折損，絕對大過於那個嶄新健身房帶來的喜悅。確保這個空間真的符合你當下的生活狀態跟需求，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我們這一集節目的尾聲，我想拋出一個值得所有人深思的問題：我們這個社會現在所制定的一切法規與制度，到底是在致力於打造一個充滿活力、能夠容納多元人才的繁榮社區，還是僅僅淪為一堵保護少數人私有資產的高牆？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住房危機的本質是嚴重的新屋流量供給不足，我們正面臨100萬套等級的短缺。第二，過度依賴地方政府的客製化分區法規與鄰避效應，是扼殺供給的罪魁禍首，必須拉高至州級別進行改革。第三，請放棄預測利率的投機心態，將買房視為尋找合適的生活舞台，而非單純的投資。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期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